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今天带来是瑞克莫蒂的第4季第8集解说。老瑞带小莫去进行一场地下交易，老瑞事先通知小莫，一旦遇到黑吃黑，咱们就一起跳化学池。什么？你说跳什么？原来为了以防万一，老瑞在化工厂里搞了个假化学池，并且他还在池底设置了假骷髅以及供氧设备，保证以假乱真。面对这次老瑞的怂操作，小莫表示非常鄙视，因为按照老瑞以前的作风，他应该会发明出更牛逼的装置。可老瑞却表示，油荤吃多了，难道还不能偶尔换点清淡口味？老子的发明还轮不到你个孙子来指指点点。会面如约进行，确认过交易水晶，果然是黑吃黑的场景。按照之前的约定，跳进化学池里，咬住供氧器，放出骷髅体。黑帮的人儿赞叹不已，没想到池底还有窃听器。老爷这次也牛逼，上面的人越聊越带劲，爷孙俩只能静待时机。突然听见他们要扔下死去的兄弟，别急，老爷还有备用体。哪想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抓只老鼠测酸性。老瑞赶紧消耗对应的残体，没想到又有人提议测酸敢用铁汤勺。扔了汤勺丢老鼠，这事啥时是个头啊！好在老爷及时抓住了老鼠，本想一枪毙命，可小莫却一把抢下，还给了他呼吸器。可上面的人似乎并没有要离开的打算，继续畅所欲言。池底的小莫憋得不行，干脆直接露出池面，一句去尼玛，再附一枪暴击，活生生打出了池底的委屈。可枪毕竟是老爷的枪，终需老爷亲自上场。从池底出来，小莫迅速收拾好东西，爷孙俩坐上飞船返航，沉默了一路。老瑞终于憋不住要发飙了，认为小莫太鲁莽，可小莫仍然坚定老爷怂的立场，执意认为这次是老爷不重视他想法的必然结果。随即一场嘴炮正式开打，老瑞嘲笑小莫智商低，总坏事儿，干过最酷的事就是还未成年就大胆尝试了一条龙服务。小莫也不甘落后，一针见血的指出老瑞就是个长期缺少快活生活，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老醉汉。爷孙俩在吵闹中回了家，老瑞依旧絮絮叨叨，小莫以一记响亮的摔门声回复，还真是女大难留孙大难养啊。可小莫似乎还是不服气，他仍旧坚持老爷就是看不上他的想法。小莫即刻用事实打脸老爷，上次给你说的像游戏那样保存现实进度设备的点子，还不是因为你发明不出来而否决了我？你怕是非出欧来看多了吧？你就是偏心，只做你想做的东西。时间旅行我不干，说了不是时间旅行，是保存时间进度。面对鄙视自己的小莫，老瑞发飙了，他认为小莫是被他惯坏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研发出一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我知道了，你就是做不到。胡说，我什么都能做出来，只是你的点子不值得我下那么大的功夫。嘴炮之战再次打响，可就算老瑞知道小莫就是在用激将法，可宇宙最强的光环不容许任何人践踏，所以结局是他还是做了。凌晨3点，老瑞叫醒了小莫，没想到这次老瑞竟然怂了，你赢了，这次我真的做不出来。面对进入研发瓶颈期的老瑞，小莫顿时心疼不已。那个曾叱咤宇宙的男人，现在却像个失忆的中年人，凄凉的背影让人有些手足无措。突然一阵紫光忽闪而过，老瑞转身掏枪直逼小莫，不由分说上前直接开枪。可没想到这只是老瑞的实验，看来老瑞成功研发出了小莫心心念念的时间进度器，拿去放开玩。第2天数学课上，老师正在分享自己的泡妞经验，以自己切身的经历告诫学生切勿乱搞，否则将惹病堪忧。分享完毕，开始解题，小莫忍不住想试试他的新武器，随即以解题名义上台解开老师的裤子，顿时课堂一片唏嘘。小莫赶紧按下返回键，嘿，还真快退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小莫又来到了女神面前，先按下预备键，再上前搭话，似乎搭话太频繁，女神根本不鸟他，那就再来一遍吧。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搭话之前先摆一个坏男人的 pose。 果不其然，女人都喜欢那种对他爱搭不理的男人。尝试过时间快对的快感，小莫深深沦陷，无法自拔。如此凉气，真是屡试不爽，居家必备。不满意的事情想退就退，偶尔妨碍一下公务也是无可厚非。我的人生我做主，随心所欲，服不服？从此不受绩效苦，轻轻一点万事无。可万万没想到，进度器的背后还有一段姻缘。转角处有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孩，成功人士的自信让小莫不再胆怯，勇于搭讪。一阵喝咖啡的功夫，电话号、微信号、QQ 号一应俱全，甜蜜的故事开始续写前传。约会、接吻、见家长，环环相扣，其乐融融。可爱情的保鲜总是消失得很突然，消失殆尽的新鲜感，争吵来得很猛然。分手后无眠的夜晚，睡着真是太艰难。小莫扪心自问，心底深处还是放不下那个女孩。于是小莫决定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重拾旧日的温情。看了看许久没有用过的进度器，以防万一带上保险。可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飞机失事，进度器丢失，他们迫降在一座冰原。好在女友和他都没事，但想要逃出这里
也很难。很快食物被消耗殆尽，小莫望了望那些死去人的尸体，有的吃总比饿死强吧。可死人肉实在难以下咽，那就吃活人的吧。小莫拿刀猛地戳向自己，女友猛然回头，湿润的眼神五味杂陈。那些美好的日子历历在目，吃活人并不能解决问题。爱情给了小莫站起来的勇气，有情人不该葬身此地。小莫毅然决定沿着飞机坠毁的路线去找通信设备，路途艰辛，寒风割面。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遗失的包，可进度器被死死冻住了。好在手机电池非常给力，小莫成功开机，决定拨打911。哪想手机触屏只认真皮，小莫即刻脱下手套，用冻坏的手血淋淋地按下了911。可电话还没拨出去，他就已经不行了。迷离的双眼恍惚间看见了直升机，是上帝开飞机来接人了吗？原来这些都不是幻觉，他们真的被救了，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可就在这时，莫爸看见了小莫包里的进度器，于是他对着电视轻轻按了一下。Oh my god！ 小莫居然直接退回那个和女友相遇的夜晚。看见那个站在咖啡店门前的女孩，小莫赶紧上前强行解释，女友自然的将他认成了图谋不轨的色胚，于是直接上手防狼喷雾。小莫即刻按下快退键，可是结局是一样的，不管试了几次，他都是那个被喷的色狼。小莫不信邪，于是又来到了动物园检测，可结果表明进度器真的不能再将那些他不满意的事情重来一遍满意的结局。失落的小莫来到学校，他真诚的向女神悔过，表示自己不该对他的一腔热情装酷。哪想女神根本不知道小莫在说什么，反而表扬他今天特别不一样，并且对他态度竟然出奇的好。小莫非常疑惑，他也没按进度调节器呀。深受女神刺激的小莫来到老爷面前，他认为老爷给他造出这个机器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不需要负责的人生很棒，可若做事没有后果，那还叫什么生活？而惊吓就是来得这么突然。老瑞即刻告诉小莫，其实他做过的事情都是真的。小莫显然不愿意面对现实，可我按那个重来键了呀，根本没有什么重来键，你只是在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顿时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根本没有什么重新载入。因为老瑞并不喜欢搞时间旅行，那些重来的画面不过是另一个平行线上他，所以现在很多维度上都存在着一个小莫。那你就这样看着我一次次自杀，看看你为了多闻闻女神的头发，为了放出一个满意的屁，一次又一次的杀死一个谟帝。老瑞表示小莫这是贪得无厌，咎由自取。面对老爷的如此套路，小莫忍不住哭了出来。老瑞赶紧上前趁热打铁，希望小莫像个真男人一样直面命运。可小莫还是不明白老瑞为何要这样套路自己，你是不是因为化学池的事情报复我？不是。随即老瑞告诉小莫，一切还没有到无可挽救的余地，小莫自己还能拯救这一切，因为他有一个牛逼的老爷。老瑞可以让那些维度上的小莫消失，变成一种假设。那我能干什么？你要承担行为的后果。水已经泼出去了，但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合并到一个现实世界中，这样只要用一个谟帝就能包揽下所有的罪行。小莫即刻同意了老爷的建议，调好设置，按下合并键，一阵撕心裂肺的电击后，老瑞为他拉开了后果的大门。那些小莫曾愚弄过的人集结成一支征讨大军，死死围住了小莫。没想到小莫的涉及面非常广，连老瑞都赞叹不已。面对自己曾闯下的祸端，小莫显然慌了。这时老爷为他指出一条明路，没错，就是曾被小莫嘲笑那个假化学池。现在小莫要用这个屎一样的点子去拯救无数个小莫。快说化学池特好，小莫照做了。清一下池子，小莫又照做了。这时讨伐大军见势不对，对这个将要自杀的小孩发出不要跳的呼声。老瑞演技爆发，势必要将这场畏罪自杀的戏演到底。小莫纵身一跃跳进了化学池，女友晚来了一步，毅然决然逃离这血腥的现场。事先备好的骷髅浮出了池面，小莫的死让征讨人群闭了嘴，甚至得到了他们的原谅。人群很快散去，唯有个特警不死心，他严重怀疑酸水的真假。老瑞即刻掏出汤勺让他检验，你当我傻吗？我自己有带。随即汤勺伸下池，小莫按照老套路掏枪，可枪法实在感人，直接打中了人。同时假酸水溅了另一位特警一身，但当他看见自己并没有腐烂时，非但没有怀疑酸水的真假，反而认为是自己防酸。顿时他激动万分，脱下裤子以表兴奋。一场乌龙终于结束，老瑞再次警告小莫别再嘲笑他，这只是给他一个小教训。随即老瑞打开传送门，小莫非常惊讶，这里不是现实世界吗？废话，你以为我会把咱们家搞成这样，就只是为了给你一个教训？在小莫眼里，老爷是无所不能的，而突然无所不能的老爷竟然一改以往火拼的性格，也难怪小莫会嘲笑。可令小莫万万没想到的是，老爷并不是改变了性情，只是想从侧面告诉他，世上不只有火拼，还有计谋。爱拼之人多如莽，所以也从来不考虑后果怎样。而世上从来没有不用承担后果的一时之快，有因必有果，报应从来不会缺席，只是很多时候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老爷的臂弯一直为小莫挡住了那些刀光剑影，可总有一天小莫会
面对那些非常棘手的场面，没有谁能保护谁一辈子。有时候火拼并不是最好的取胜之法，动脑子会省掉很多不必要的危险，一时之快的确会让人身心舒爽，而最后的烂摊子不会永远都是老爷来收拾。有一天你曾嘲笑的笨办法，突然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捷径，你是否记起当初嫌弃他的表情？万能的老爷显然是能够造出进度器的，可他没有，因为比起宇宙最强的光环，他更希望小莫能够明白凡事都有代价，就算是最强的人也不能改变这项规则。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